嗨，大家好，今天3月25日啊，收盘了。今天呢，反正盘前我也說，可能今天就是一个高開低走的一個狀態啊。果不其然呢，走的基本上就是這麼回事兒啊。我們看一看，看一看標普啊，標普，分鐘線吧，基本上就是開盤呢衝上去啊，這是高開的啊，這在這裡。高開基本上就是高開低走的一個狀態啊，中間呢還微了一下，反正整個市場呢現在還是處於一種驚弓之鳥的一種狀態啊。其實，但凡有點拉升，大家可能着急跑路的人也很多啊。這個已經連着收了3天十字星了，這個但凡這種狀態呢，基本上就是可以確認現在多空打得很嚴重啊，就是有看多的，空的也不少。反正多空打得挺嚴重，然後 DJI 呢開始慢慢的修復了，羅素也在修復啊，基本上就這麼樣一個狀態啊。之前呢我也一直在說，如果市場開始修復的話，那肯定道指會是首先起勢的啊。現在基本上看來呢，是有點這個狀態了。當然了，這個事情也不是市場現在市場上的技術指標也好，什麼資金指標也好，基本上都是他媽瞎扯淡啊。反正這個事情就是等特朗普噴糞，或者等貝森特吐屎啊，就是看這兩個人到底要逼什麼事情。好吧，我也不想再太多的去罵這兩個人了。反正我也成天在噴糞啊，這個我噴我的糞，他們噴他們的糞啊，我只是說我的一些觀點而已啊。今天呢，反正美油呢是走的比較平穩啊，就也沒有暴漲，沒有暴跌啊，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平穩的狀態。然後黃金呢也是收復了啊，但是也是走了一個山峰山谷的一種狀態啊，就是衝高回落的一種態勢啊。就黃金呢，我現在不敢說啊，如果說是整個基本面碎掉的話，黃金還是會繼續往上漲的。其實這個事情我之前也說過啊，有點像08年的初期啊，08年初期也是黃金先大跌，就是大家抽了黃金去補其他東西，但是現在基本面會不會碎，我們不得而知啊。今天早上這個 CME 的概率呢是沒有降息概率了，對於下一次這個議息會議是有加息概率啊，就是現在整個市場已經出現了加息的反轉，轉向了加息預期啊，就是大家看這個通脹可能會上升，如果油價持續高的話，通脹可能會上升，所以現在其實特朗普是急了啊，就是今天一個基金經理啊，一個做量化很牛逼的一個基金經理在朋友圈發了一個說美元的黃昏其實也差不多了，他要再這麼搞下去，美元基本上就 GG 了啊，美國的時代基本上也就 GG 了啊，他要再這麼搞下去的話，對吧？反正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判斷啊，好吧。然後美債收益率呢，因為這個所謂這個和平的緩和呢，美債收益率今天全線下挫啊。之前我就說大家可以去抄 TLT 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進去了。反正呢我也忘記抄了啊，因為我這兩天太忙了，我也沒來得及操作，我也不想去操作這兩天，反正我是裝死啊，全倉裝死，我基本上沒動，所以這兩天呢對於市場的這個盤面呢我也是沒有太多的去關心啊，因為在忙其他的事情。好吧，就是現在這麼樣一個狀況啊。所以說今天市場上呢這個 ARM 呢因為推出了這個自研芯片啊，CPU 啊，就是大家會轉向這個代理模式。代理模式呢，其實不是用不了太多的 GPU， 是需要很多的 CPU 來分發任務啊，不是完全的在 GPU 上運行。所以ARM 推出的這個 CPU 呢是一個然後呢今天就帶動了英特爾和 AMD 大漲啊。AMD 和英特爾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呢就是因為這個代理是對 CPU 利好的，第二呢。今天這個英特爾和 AMD 雙調價啊，大幅上調 CPU 的價格，那整體的呢就帶動了股價的上漲啊，這個是整體的一個東西然後再說一說 BRZG 啊，為什麼今天把 BRZG 挑出來說一說呢？BRZG 呢是我們之前抄底的時候，抄 SARS 的底的時候提過的一支票啊，就是我們在充電群的時候反正給大家推過這支票不叫推啊，就是講過這支票啊，就是抄 SARS 底的時候，我們給了3個標的嘛，對吧？我自己看好的3個標的啊，但是你們願意買其他的呢，是你們願意，這是大家的事情啊。反正我當時給的3個標的呢，其中就有 BRZG 啊 ，BRZG 呢，昨天發了財報啊，今天是怒漲了20%。
盤中的時候其實已經一直漲到了23%、24%了都然後又往回了回，基本上呢，雖然這個 EPS 有點 miss EPS 雖然 miss 了，但是沒有關係反正現在市場就是整個在用腳投票，只要你沾了 AI 你說了你的東西裡邊有 AI 反正就有人去咣就去買，對吧？你但凡和 AI 有點毛病或者有點矛盾反正就是一通砸，反正我也不知道現在這幫基金經理到底對行業進行了多深的研究但凡有點風吹草動就把市場亂搞反正我是看不上现在很多的基金經理的就是當然了，他們有他們的邏輯人家是專業的。作為我這個業餘的野生的東西野生的貨我只是說我看不上的地方BRZG 呢我就不詳細去介紹了大家需要看的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這家公司我其實今天想聊的東西是這兩天這個 IGV 又被砸下來了這個砸的還挺狠又連續2天昨天呢跌了 4.29 今天呢反正又是高開低走又是繼續承壓兩個東西第一個呢是 Cloud 4.6 和 Auto Mode 就是其實這個東西他媽的就是另外一個 Open Cloud 就是另外一個龍蝦，這玩意兒也是他媽要接管底層的，又是一個合法的木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這個東西當然了，如果單獨拎出一台機子來，你說我就是用來寫代碼或者幹點什麼事情，我覺得 OK 如果你是全機托管，那你自己小心，這個我講了太多次了 ，Open Cloud 就是合法木馬，現在出的這個 Auto Mode 也是合法木馬，也是要底层任務底層的這個權限反正你自己去決定，好吧？我只是說我不看好这种東西。當所有人都反應過來這個東西是合法木馬的時候，它的功能也就沒有了這個先進性也就持續不下去了你不可能說你的包括很多現在這個我這2天看微信也接入 Open Cloud 了反正我是不會去用你們會要用你們用這個是你們的事情有些東西不是說我去錯過我自己機子上的這個跑的這個 agent 和機子上的這些東西基本上全是我自己手寫的或者手搓的我手搓的我自己心裡有底哪些東西開放了哪些東西沒有開放而且我也這些東西也沒有任何外網的 API 接入我都是在本地跑當然我就放心了对吧至於你們願意用那是你們的事情我不去說這些事好吧這個是關於 Cloud 4.6 和 Auto Mode 的事情所以呢 SaaS 昨天又被砸 SaaS 昨天被砸呢還有這個亞馬遜發布了一個亞馬遜這個所謂 Amazon Q Apps 就是 Q Apps 這個東西這個 General Availability 全面開放階段的 Amazon Q Apps 隸屬於 Q Business 體系這破逼玩意兒我真是不想說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其實是他幾年前很陳舊的一個產品這個東西是它其實幾年前很陳舊的一個產品不過是現在呢把它架到了這個叫什麼架到了這個所謂 AI 的這個上面這個東西能幹嘛？這個東西就是無非可以幫你自動做報表幹什麼？就是它可以自動生成一些你需要的辦公軟件，但是這些辦公軟件也就是去殺一殺這種沒有能力的。沒有核心護城河的 SaaS 企業，我不明白為什麼連 CRM 都被砸下來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連這個 Hubs 都被砸下來這幾家公司都是妥妥的，完全是 HubSpot 这幾家公司都是妥妥的有核心數據護城河的。現在整個市場真的是在用腳投票這些 SaaS 企業他們的核心護城河不是它的軟件，是它的數據。你 Cloud 再牛逼，你 Amazon 再牛逼，你是拿不到它的核心數据，拿不到它的核心數据，那你做出來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呢？現在全都是在 PPT 上畫是吧？然後大家都在砸 SaaS， 所以但凡 SaaS 跌下來就放心的去抄吧，這個沒有任何問題，特別是優質的這些公司我不再說了，反正我的觀點我已經說給大家了，而且這些公司要接入 AI 很快，它有底層數據，它自己訓練出來的 AI 難道還沒有 Cloud 用開源數據訓練出來的東西好嗎？現在再加上這個開源數據版權稅的問題，還有各種東西版權費用的問題，到底會不會繼續下去？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定會往下走的，沒有那麼多，以後沒有那麼多開源數據讓你用了。所謂這些數據隱私級別的數據，全是
企業的核心生產力、企業的核心秘密，真能给你放出来吗？不太现實的。所以 SaaS 不会死啊，这个我放在这裡说，我們過半年、過3個月、過半年，我們再來看這個事情，好吧？啊，多的我就不去說了。啊，我們還是回到盤面上去啊，這些我都不講了。啊，回到盤面上，今天呢又是小盤帶漲啊，然後小盤漲得比較多，等權走的也不錯啊，今天等權道指漲得很嗨啊，所以呢，這個明天基本上還是比較穩的一個狀態啊，只要這個不要出太多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啊，基本上還是比較穩的。板塊上面呢，反正原材料呢繼續漲啊，最大漲幅呢，今天這個什麼屌票又漲他媽400多，是怎麼回事？這什麼票？我的天，這什麼鬼啊？這什麼鬼啊？看不懂看不懂啊！這個完全看不懂。這個是日內漲了這麼多，那不知道是為什麼回事，怎麼回事情了啊？這個盤後還在漲好吧，不管它了然後最大跌幅啊，這些都有最多成交。今天英偉達好像成交量挺大的但是英偉達呢已經是漲不動了，英偉達現在就有點算了，我不想罵英偉達了，英偉達已經講太多次了，反正您願意買那是您的事情反正我現在逢高繼續加空倉您願意買英偉達那是您的事情這個是我不再去講，您覺得英偉達還有前景，那您就繼續買，好吧？今天呢，反正亞馬遜呢就是受昨天這個Amazon Q Apps 的這個影響呢繼續上漲英偉達呢這什麼鬼英偉達呢今天也漲了，今天也漲得比較多因為今天芯片帶漲嘛，芯片帶漲把它帶起來，但是和英特爾這些比就漲得比較不夠了英特爾今天7%AMD 7%ARM 20%16%今天英偉達是漲得最少的，對吧？以前都是英偉達帶漲，現在英偉達已經是完全帶不動這個板塊，它反而是被帶的了。反正大家自己去決定反正英偉達盤整了那麼長時間了，你說它還有往上的動力，我覺得不太現實了，好吧？自己決定我不去說了剩下的這些呢我也不看了今天不多逼逼了，今天市場反正走的比較好呢，我就不去多逼逼市場上面的東西那走的差呢，我多分析一下；走的好呢，我們還是講講其他的東西而且這個講盤面的分析講的人很多這個我只是來表達我的觀點而已，好吧？說到這裡拜拜。